好的，朋友們，世界杯馬上會進入淘汰賽階段，提醒大家一段時間以後回過頭來看，您會發現這一個月過得非常快。所以您能不能先點讚再看，養成好習慣？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熱推分享和評論。那麼今天的重磅新聞，森林隊的中場安德森終於是1.16億英鎊加盟了曼城，已經 Here we go。安德森今天已經要求諾丁漢森林放他離隊，他會在美國接受體檢。英格蘭球員的身價真的太誇張了。儘管從技術上說，安德森踢球確實高級，他能夠快速的回防落位，也能夠通過自己的預判和站位迅速完成搶斷。在後場，他幾乎所有的區域都能通過自己的技術擺脫出球，還能在左路、中路、右路壓上進攻，傳出各種各樣的威脅球。只是世界杯進行到現在，在英格蘭隊的表現還不算超神。那麼曼聯就沒有辦法了，人家安德森從始至終就說我只想去曼城。OK， 另外 AC 米蘭從大巴黎簽下了葡萄牙國腳贡薩洛拉莫斯，總轉會費可能超過7000萬歐元，這也打破了此前萊奧保持的5000萬歐元在米蘭的隊史標王紀錄。贡薩洛拉莫斯身高1.84米，不算太高大，25歲，上賽季在大巴黎各項賽事有12個進球，1個助攻。這主要是因為米蘭既然選擇了葡萄牙主教練阿莫林，那你也就不要奇怪，這個夏天米蘭一定會買更多的葡萄牙球員。現在在世界足壇，葡萄牙的主教練再加上經紀人再加上球員，簡直已經形成了打包優惠套裝銷售。不過這7000萬歐元好像一點也沒有優惠嘛。另外最新消息，關於尼克帕斯，科莫和皇馬達成了協議，永久簽下。不過皇馬仍然將保留8000萬歐元的回購條款。這次簽下尼克帕斯包含條款，科莫一共花了6000萬歐元。那麼這筆轉會也證明今年的夏天很有可能皇馬會買下恩佐。對球員來說這是最好的，可以繼續留在科莫練級，也能獲得充足的上場時間。如果那麼早就去皇馬看看馬斯坦托諾，你就知道代價了。另外，關於通靈師預言巴西對蘇格蘭期間有外星人的入侵，老 K 竟然忘了讓兒子放上通靈師的照片，夜不能寐，輾轉反側，趕緊補上。不僅有通靈師的照片，還有真正的外星人照片。外星人那個討厭的大羅納爾多，他在02年4-0蹂躪了中國隊。這兩天中國男足前國腳李瑋峰說，02年世界杯踢完巴西队以後，我想退役的心都有了。那場比賽給我的記憶太深刻了，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想什麼罗納爾多，什麼里瓦爾多，好像也就是這個水平嘛，感覺我們跟他們可能也差不多嘛。但是當你真正踏上球場時就是人的那種氣場你就已經完全沒有了。包括那場比賽踢完，說實話我想退役的心很嚴重，就覺得足球怎麼跟人家差了這麼多呀，想咬牙也咬不上，真的記憶很深刻。而老 K 估計大羅當時比賽後的心情跟中國队交手後，我希望每次世界杯都能踢上中國队。可是理想很丰滿，現實很殘酷。為了不讓外星人如願以償，中國隊高掛免戰牌已達24年之久。好，另外韓國足球洪明甫這回了國很難受想買煙想買水都難，因為不僅大量的球迷在評論區罵他，韓國部分便利店已經張貼了告示，禁止洪明甫入店。這確實輸球可以，怎麼能以這種方式輸球？都落後了還在那慢慢倒腳，你作為主帥難辭其咎。未來我警告你洪明甫，你不要以為你點外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黃色的美團大軍和藍色的餓了麼大軍，小哥們都是有血性的，見了你寧願得差評也要把東西扔掉。 OK， 另一方面，加納的巫醫，對，就是詛咒凱恩的那一位。這大網紅不知道是不是得了 SM 妄想症，他竟然說我現在非常喜歡哈里凱恩，我打算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哈里凱恩。哈里凱恩是我的兄弟，我非常愛他，我一直看他的比赛，我知道他是一名技術出色的球员，但是我不会允許他在对阵我的祖国加納时进球。說到這裡老 K 繃不住了，凱恩知道你倆是朋友嗎？好的，阿森納球迷，這裡有好消息，官方已經發布公告，正式買斷厄瓜多爾的球員因卡皮耶，買斷費4600萬歐元，之前的租借費600萬歐元。厄瓜多爾隊雖然成績一般，但24歲的因卡皮耶在後防線上絕對是大將之才。另外還有法蘭克福的後衛納薩尼爾·布朗已經 Here we go， 即將加盟拜仁慕尼黑。23歲的布朗總價5500萬歐元，到了拜仁預計將成為主力。
此外，如果阿方索·戴維斯願意的話，拜仁願意出售。好的，輕鬆一下。美麗的總裁夫人，偉大的喬治娜女士已經到達了美國。C 羅在社媒上曬了照片，只配了一個紅色的愛心表情。喬治娜同樣也發布了這張照片，並且配文“爸爸的護身符”。哎，這句話什麼意思？似乎有深意呀。C 羅和喬治娜這麼多年了，馬上世界杯後就會舉辦婚禮。終於修成正果，只是不知道能不能以世界杯冠軍作為結婚禮物。另外，繼續輕鬆一下，德國隊在1-2輸給厄瓜多爾之後，德國球員格雷茨卡離開球場的時候，竟然上了對手的大巴，但上去之後很快發覺不對，一個球隊白人多，一個球隊是黑人多，於是他立刻趕緊下車，去往了旁邊真正的德國隊大巴。嘿嘿，格雷茨卡，這場德國隊輸球，你小子是不是內鬼呀？另外還有前幾天老 K 也報道過，英國成人女星莉莉·菲利普斯因為在拳擊比賽現場嘗試搭訕福登引起熱議，但她已經在社交媒體上發視頻表示，自己當時只是想過去跟福登合個影。她說，關於福登事件，我只想澄清幾件事。我當時只是以球迷的身份過去請求合影。說實話，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老婆或者女朋友，我甚至不知道女朋友跟他在一起。在拳擊比賽現場，你大部分時間都只是和陌生人坐在一起。通常情況下，當你上前請求和名人合影時，你會直接請求名人本人，而不是他們周圍的人。這只是我個人的經驗。我話還沒有說完就被趕走了。如果你不想和我合影，我覺得這是你的權利，完全沒有問題。我認為肯定有不同的溝通方式，因為我身處的行業就把我當成你鞋底的屎一樣對待嗎？我覺得這有點侮辱人。我想說一句簡單的不，謝謝，今天不行，可能就足夠了。這只是我的個人意見，但意見是很主觀的。漂亮的女星發了視頻之後，引起了網友們廣泛的同情，大家紛紛表示，你下次找我可以跟我搭訕。還有在蘇格蘭跟巴西比賽前，曼聯球員庫尼亞和19歲的蘇格蘭小將弗萊徹，他們在賽前握手致意的時候，庫尼亞特意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泰勒·弗萊徹是過去曼聯名宿弗萊徹的兒子，他還有一個哥哥傑克，傑克沒有入選國家隊。但說真的，知名球星的兒子想要踢出來其實很少。但庫尼亞這個舉動無疑讓所有的紅魔球迷非常動容，這畫面實在太治癒了，大家都很欣賞庫尼亞的人品。好，世界杯還有最後2-3天的小組賽階段就會進入淘汰賽。一段時間以後，當決賽結束，我們回頭來看，會感覺這1個月其實過得好快。所以感謝大家先點讚再看，養成好習慣。感謝您的訂閱、熱推、分享和評論。那麼這一場英格蘭對巴拿馬，先說結論，看好英格蘭獲勝3-0或者2-0。英格蘭隊必須在開場以後要通過前場高位的逼搶，迅速建立局部2球以上的優勢。這樣下半場主教練可以調兵遣將，換下主力休息一下。而巴拿馬隊必須要避免重演2018年丟了6個球的慘劇。預計這場比賽會以英格蘭隊掌控絕對的主導權而收尾，也算是進入淘汰賽前類似於友誼賽打一個弱隊，找感覺衝擊冠軍。但老 K 現在對英格蘭隊確實不那麼看好了。從比賽實際的效果來看，缺乏爆點，缺乏球星，缺乏能夠拿球組織的人。所以現在外界專家們都在建言，英格蘭要調整陣容，能不能啟用梅努？里奧·費迪南德就說，有些球員天生就適配國際大賽，況且梅努早就證明過自己。而賴斯和安德森這兩人的踢球風格有些過於雷同。貝林厄姆其實同樣可以出任8號位，他年少的時候踢過中場的各個位置，天賦很全面。後插上衝入禁區破門，或者拖後防守，或者8號位攻防上的連接，或者在10號位組織進攻。而且貝林厄姆各項能力的水準都差不多，所以費迪南德的意思，梅努的洗球、推進還有分球能力比較強。面對強队在中场绞杀能力很強的時候，梅努也許是有用的。那麼梅努这個球員其實從5歲開始就已經加入了本地的青訓學校，而且從小天賦實在太高，6歲就已經被曼聯和曼城2家豪門青訓同時盯上，2家的球探每周都會去現場看他的比賽。當時的曼城瘋狂想簽下梅努，可梅努父親菲利克斯是一個堅定的曼聯的擁護者，最終堅決地將兒子送進了紅魔的青訓營。所以6歲的時候，梅努有一個青訓教練是曼城死忠，最後得知梅努去了曼聯，把教練給氣死了。
那麼現在的梅努是一個優雅的防守型或者全能型的中場，但其實他14歲之前一直是個高產的前鋒。小時候的梅努因為技術太好，在場上總是沉迷於一個人把全場都過掉，他根本就不想搞防守。所以為了讓他學會團隊配合，為了讓他學會傳球，教練們可是煞費苦心呀。直到15、16歲以後，隨着身體發育和曼聯教練的改造，特別是他的控球能力實在太強，所以位置逐漸往後撤，變成了現在的中場核心。而小時候年僅9歲的梅努，因為經常去參加一些假期的足球訓練營，那時候他就已經成為小球員們的偶像。當時梅努有一招絕活，他能夠自己將球挑起來，在空中完成一個極其標準的倒掛金鈎射門，然後又像貓一樣穩穩的雙腳着地保持平衡。所以只要9歲的梅努一走進訓練場，那些6、7歲的小孩們就會興奮地圍着他喊：科比來啦，科比梅努來啦，快給我们表演那個絕招。而梅努每次總是掛着微笑，連續表演好幾次，每次還都能把球掛入死角。青訓教練也感嘆：哇，那種絕活讓我永生難忘，他簡直像個完美的體操運動員。後來梅努參加過一個由保羅·紐頓開辦的名叫 Shorts 的個人專項訓練項目，這個訓練營在曼徹斯特本地非常出名，包括魯尼的兒子、卡里克的兒子、阿圭羅的兒子、弗萊徹的2個雙胞胎兒子和梅努都參加過。值得一提的是，梅努不僅球踢得好，而且他非常全面，很自律，在學校也是名列前茅的優等生。他強大的求知慾表現在23到24賽季前，當時遭遇了一次嚴重的季前賽傷病，許多年輕球員在這個時候都會焦慮或者沉迷於遊戲。可是梅努在不能走路的幾個月，悄悄給自己報了班去學西班牙語。老 K 就覺得他是不是也有兒皇夢，也有兒撒夢啊？還有咱們梅努在22年進入曼聯一線隊之前，是個忠實的非法遊戲玩家。在遊戲裡，他最喜歡的雷打不動的角色就是皇馬後腰卡塞米羅。結果沒想到22年夏天，卡塞米羅就轉會加盟了曼聯，而梅努也很快在一線隊嶄露頭角，成為卡塞米羅的隊友。那個平時在遊戲裡隔空操控的偶像，突然變成現實中每天在更衣室拍着他的肩膀，在訓練場、賽場上給他補位，還經常教他幾個絕招的老大哥。所以梅努能不能搶到一個首發的位置，這會是英格蘭隊未來2場的核心看點。由於第2輪英格蘭被加納逼平，所以第3場輪換的空間已經變小，圖赫爾不會一次性換上10名新球員。但如果打巴拿馬早早的就拿到2比0、3比0的優勢，那又會是另一種情況。戰術方面，這一次英格蘭破低位防守不能再只是橫傳和傳中了，需要更多反向的跑動，內部區域的前插2過1，小範圍要制造混亂。特別是奧萊利的下地傳中，還有拉什福德的1對1能力，甚至2個10號位球員或者2前鋒，這都是英格蘭破大巴必須要調整的方向。巴拿馬隊無球的時候可能是5-4-1，控球的時候呢轉成3-4-2-1，目的就是想壓縮英格蘭在中路和內部的空間。穆里略的右路推進是巴拿馬主要的出球口，他的傳中或者直接的前插是最現實的進攻方面的威脅。現在圖赫爾已經開始面臨壓力，許多專家都在質疑他選擇球員的時候過於固執死板，最後的陣容同質化嚴重。但圖赫爾一貫性格強硬，他也依舊得到了像哈里凱恩、賴斯等領袖球員的絕對支持。圖赫爾拒絕在高壓之下做出迎合媒體的主動妥協。由於兩隊的實力相差實在太大，所以在賠率和博彩市場方面，英格蘭隊的贏球賠率普遍被壓低到 1.18 到 1.21 極低的區間。交易員們給出的定價是巴拿馬的勝算僅為 6%， 平局的概率 12%， 英格蘭獨贏的概率高達 83%。而英格蘭隊從 L 組出現的概率 99%， 獲得小組第1的概率仍然有 86%。 資金流向主要集中在英格蘭贏球並且能零封對手，因為巴拿馬在前2輪小組賽累計加起來只有 1.86 的 XG， 19腳射門只有5次射正。而在圖赫爾強調英格蘭的防守結構已經重塑的前提下，巴拿馬很難打破本屆杯賽的0進球尷尬。好，那麼這一組另外一場克羅地亞對加納，這2個隊之前都1比0擊敗過巴拿馬，而克羅地亞首輪2比4輸給英格蘭，加納0比0頂住了英格蘭。所以現在的形勢，加納4分，戰平就能拿到小組第2晉級，克羅地亞3分，贏球就是小組第2。而關於加納隊，這次最出名的是他們的巫師夸庫邦薩姆，他也是加納最著名的傳統巫醫和拜巫教的祭司。這次賽前放話要鎖死凱恩，不管是不是巧合吧，
總之，凱恩和英格蘭隊確實都沒進球，所以賽後邦薩姆也迅速發布了視頻展示已經解除了對凱恩的封印啦。趁着這波熱度，他是大肆炫耀自己的法力。而他首次獲得全球的關注還是在2014年，當時加納和葡萄牙同組，他聲稱自己用4隻狗和特殊的草藥進行了祭祀，對 C 羅施加了精神詛咒。他說這種詛咒會導致 C 羅在賽前遭遇嚴重的膝蓋和肌腱的傷病，而且沒有任何現代醫生能夠治好，因為這是由靈力引起的傷痛。但不管真的假的， C 羅那一次2014年確實深受左膝的髕骨肌腱炎和左大腿肌肉傷病的嚴重困擾。那屆大賽 C 羅的身體確實存在很大問題。在賽前5月的歐冠決賽以後， C 羅因為嚴重的肌腱炎缺席了多場熱身賽，整個世界杯期間也一直帶着冰袋進行各種特殊的訓練和康復。所以雖然在小組賽末戰 C 羅帶傷打入了一個制勝球，但由於净勝球劣勢，最終是遺憾小組出局。所以那一次無疑邦薩姆就已經一戰成名了。而現在他再次语出驚人，他說神靈已經在靈界確認了26年世界杯屬於 C 羅，屬於葡萄牙。他甚至還公開的指導葡萄牙隊你們必須購買17種由不同的 whisky 和17種不同的香檳混合，再把它們倒入流動的河流中，這樣就能夠確保奪冠。這個邦薩姆無論如何吧，他是一個徹底的流量網紅。他經營着自己的社交媒體 TikTok 和 Facebook， 每次出行總是開着凱迪拉克，還喜歡穿 Dolce & Gabbana 各種大牌的奢侈品和運動服。他和博彩網站也有合作，通過吸引信徒賺取了巨額的財富。他曾經公開的宣稱，非洲各地的神職人員包括1700多名所謂基督教的牧師，都曾經秘密的前往他的神龕，向他購買靈符，尋求神蹟和力量，以此來增加各自教堂的信徒人數。而且他還曾經公開挑戰尼日利亞著名的電視布道家 TB Joshua， 並且在對方去世後聲稱是自己在精神鬥爭中擊敗了对方。不過在加納國內，許多民眾和球迷對他的態度是兩極分化，許多人認為他純粹是博眼球蹭熱度。加納許多人都吐槽，如果他真的那麼厲害，為什麼過去40年不施法讓我們加納隊贏一次非洲杯呢？或者直接拿一次世界杯，對吧？幹嘛總是去詛咒別國的球星？對此，邦薩姆的解釋是，因為加納足協和國家內部太腐敗，導致他和神靈都不想插手。這個人呢，過去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史蒂芬·奧塞門薩。他早期曾經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成員，但1992年他19歲的時候，在一次煤氣爆炸中遭遇嚴重的燒傷，臉上留下了明顯疤痕。正是這一次意外徹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軌跡，他開始轉向非洲傳統的宗教求助，最終成為了一名祭司。而他現在的名字誇庫，代表的是在星期三出生的男孩。邦薩姆的字面意思是惡魔或者魔鬼，所以媒體經常稱他為星期三的惡魔。他自稱自己的超自然力量來自名叫 Kofi Kofi 這種神靈。在加納境內，他運營着好幾個神龕，最著名的位於恩薩瓦姆的郊區。最有意思的是他還曾經參與過政治競選，他多次想競選自己家鄉的國會議員的席位。2011年，他就高調地宣布說神靈已經向他揭示了自己必將贏得席位。他聲稱自己要利用神靈的力量，成為加納國會歷史上第一個留着雷鬼辮的議員。儘管信心滿滿吧，還修建了4個集貿市場想拉選票，但最終當時的現任議員拿到了18614票，反對黨議員拿到了17273票，而邦薩姆僅僅只有1305票。媒體當時調侃他說想用巫師進國會的夢想破滅了。但現在他已經改變了自己作為獨立候選人的立場，開始深度介入加納2個主要政党的鬥爭。他過去曾經是執政黨 NPP 的支持者，但去年已經公開發表視頻宣布退出 NPP， 痛罵 NPP 是一個詐騙政黨，然後高調轉投反對黨 NDC， 到處走來走去的拉票幫人站台，還通過神靈向公眾表示神界已經批准了前總統NDC 的領導人會贏得加納總統大選，還堅持說無論 NPP 喜不喜歡神靈的旨意絕不可更改。所以老 K 今天這段視頻不知道會不會對葡萄牙和 C 羅的支持者是個打擊但總之足球的本質也是娛樂，大家開心開心嘛。那麼克羅地亞對加納在戰術方面，加納打英格蘭的時候，英格蘭控球接近 80%，
但加納隊通過封鎖空間，讓英格蘭拿到很少的機會。所以他們的主教練奎羅斯自己也說，我們球隊的目標就是讓對手踢得不舒服。而克羅地亞打加納最重要的是邊路和內部區域，斯坦尼西奇、佩里西奇、巴圖里納、帕薩利奇需要在邊路的寬度和內部接應的地方找到節奏，否則就會被加納的三中場和邊後衛徹底將空間壓縮死。而加納反擊的第一腳出球很關鍵，帕爾特伊、希伯搶下2點之後，第一腳能不能找到塞門約，能不能找到威廉斯，這是他們最重要的進攻的方法。所以克羅地亞的防線深厚，尤其是格瓦迪奧爾或者龐格拉切奇，他們壓上以後，自己身後的空間很可能被加納利用。另外，克罗地亞队在面對英格蘭的時候，定位球防守廣受批評，這也會是加納隊偷襲最可能的入口。而目前來自曼城的後防核心格瓦迪奧爾狀態大幅度滑坡，主教練達里奇選擇了辯護，他說格瓦迪奧爾在半年前折斷了腿，他能恢復過來，並且現在能站在場上就已經非常棒了。他確實不在自己最佳狀態，但我們必須等待他。他顯然在防守端還有些跟不上節奏，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他擁有自己的名聲，擁有自己的地位。如果因為所有的負面表現而一味指責他，那是愚蠢的。格瓦迪奧爾全面恢復訓練也僅僅才1個半月，這需要時間，他會調整過來的，而且會變得比以前更加出色。好，所以在賠率和博彩市場方面，各大主流機構給出了明確的估值。克羅地亞前2場比賽雖然表現不完美，但依然在市場上佔據了優勢。市場資金對於克羅地亞的大賽經驗還有絕境逢生的能力給予了極高的權重。但是加納隊2場小組賽保持了0分，所以平局或者加納勝的賠率很有吸引力，特別是打平就可以出現這種形式，所以必須要高度關注。另外，進球數市場方面 2.5 球以下的賠率普遍較低，這反映出加納隊沒有主動壓上進攻的野心，而克羅地亞隊的進攻端由於陣容老化也缺乏足夠的爆發力。好的，哥倫比亞對葡萄牙，這場老 K 的意見是打平1-1或者2-2。葡萄牙隊在第一輪面對民主剛果，進攻端表現不佳，而第2場比賽主教練馬丁內斯讓若昂·菲利克斯在 C 羅的身後出任左邊前衛，這一安排立刻盤活了全隊的進攻。現在看來，菲利克斯果然是 C 羅在鋒線上最理想的搭檔，特別是他的控球技術相當之好，經常光靠一個 first touch 就能擺脫第一個對手。所以從技術方面講，菲利克斯幾乎無可挑剔。他可能在歐洲的頂級豪門挑不起大梁，但在國家隊確實過去那種靈性又回來了。菲利克斯很有意思，他是出生在葡萄牙一個教師家庭，父母都是體育老師，而從他出生開始，在學會走路之前，菲利克斯就已經在盤帶足球了。家裡面隨時隨地至少散落着15個足球以上，他和弟弟經常在客廳和廚房踢球。但有趣的是，小時候的菲利克斯非常的護球，誰來了也不給。他小時候曾經說過，足球是最珍貴的禮物，如果我把球傳給你，那我必須非常信任你，不然誰知道你會對我的球做什麼事呢？萬一你一腳把它踢丟了怎麼辦？後來8歲，菲利克斯就加入了葡萄牙豪門波爾圖的青訓營，但是在青訓後期，教練組認為他的身材過於矮小，身體對抗太差，所以經常讓他坐板凳席，最後甚至直接選擇放棄解約。這也是波爾圖青訓歷史上最看走眼的一次決定。於是2015年，15歲的菲利克斯只能改門易戶，加入了波爾圖的死敌本菲卡的青训。但在這裡，他迎來了真正的爆發。他小時候非常崇拜巴西巨星卡卡，還有葡萄牙傳奇巨星10號魯伊科斯塔，所以他青少年時期最喜歡的娛樂就是瘋狂地刷 YouTube 上面卡卡的比賽集錦，模仿卡卡踢球的各種動作。那麼冷知識，菲利克斯踢球一直有個非常嚴格的迷信的儀式，從青訓時期就一直保留到現在。他每次準備上場前，必須先穿右腳的護腿板、右腳的襪子、右腳的球鞋，而且踏入球場草坪必須是右腳先邁過去。他非常堅信，如果打破這個順序，自己的狀態和球感就會被詛咒打亂。2019年在歐聯杯對陣法蘭克福，19歲的菲利克斯成為了歐聯杯歷史上上演帽子戲法最年輕的球員。進球之後在球場上失聲痛哭，但背後卻有一個暖心的寓言故事。因為就在比賽前幾天，因為在聯賽中表現不佳，菲利克斯被媒體和球迷們潮水般的批評，許多人說他是水貨。畢竟他的轉會身價高達 1.26 億歐元，別說好幾年前了，就算放到現在，這價格也太高了。而正在幾天前，奶奶在賽前安慰他，鼓勵他，
還對他說了一句悄悄話：別擔心，你下場比賽可以進3個球。哈哈，所以沒想到比賽中真的打進第3個球。菲利克斯瞬間情緒崩潰，跪倒在賽場上痛哭。他坦言，不只是宣洩自己的情緒，更是對奶奶預言成真的震驚和感動。但這孩子技術雖然極好，可踢的是前鋒，前鋒不能進球就是硬傷。所以當馬德里競技和西蒙尼2019年以天價將他簽下以後，第2年他和西蒙尼的矛盾就已經公開化。當時在馬競對陣比利亞雷亞爾的比賽，替補登場的菲利克斯打入了一粒非常精彩的凌空抽射，而進球後他沒有一絲笑容，只是憤怒地衝着馬競的替補席方向憤怒地大喊，並且做出了閉嘴的手勢。西班牙媒體瞬間炸了鍋，認為這是他對主教練西蒙尼長期將他放在替補席的公然反叛。雖然菲利克斯事後趕緊在 Instagram 上面澄清，說這個手勢只是和看台上的隊友洛迪之間開玩笑，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他和主教練之間是怎麼回事。而西蒙尼鐵血主帥要求全員瘋狂防守，瘋狂逼搶，自我犧牲。但菲利克斯就像一個浪漫不羈的天才藝術家，他只想在前場自由地創造。2022年馬競在歐冠對陣布魯日關鍵的比賽，菲利克斯和西蒙尼的矛盾在全歐洲面前徹底爆發。當時西蒙尼讓菲利克斯在場邊整整熱身了半個多小時，期間2次叫他準備上場。然而當西蒙尼用完最後一個换人名額的時候，上場的依然不是菲利克斯。菲利克斯感覺自己被出賣，被耍了，憤怒至極，轉過身狠狠地將訓練背心摔在地上，並且對着主帥西蒙尼怒目而視。這一幕瞬間登上了所有体育新聞的頭條。之後不久，菲利克斯接受了一個西班牙網紅的快問快答。主持人問：你認為當今足壇最好的教練是誰？按照常規，球員哪怕再不會，都會很客套地說自己俱樂部的教練。但菲利克斯極其冷漠，毫不猶豫地說 pass。 這就相當於在公眾面前給西蒙尼扇了2耳光。幾天以後，西蒙尼在新聞發布會上接着誇讚另一個前鋒科雷亞借題發揮。他說，當科雷亞不高興的時候，他會在球場上用行動證明自己。這是瘋狂的暗示菲利克斯只會在場外抱怨。現在天才小妖已經26歲了，轉會到沙特聯賽輔佐 C 羅之後，他本賽季已經有20個進球13個助攻。有的球員，例如過去的里克爾梅、J 羅、菲利克斯，也許真的無法適應身體对抗极其激烈、競爭極其激烈的歐洲職業賽場，但也許只要在世界杯那短短的幾場比賽充分地展現自己的靈性，在國家隊拿出最好的自己，也許对球迷和他自己这都已經夠了。所以無比期待今年的葡萄牙，也無比期待菲利克斯的表現。那麼這一場哥倫比亞的4-3-3遇上了葡萄牙的4-2-3-1， J 羅遇上了菲利克斯。葡萄牙更想贏球，所以可能更主動的控球壓上邊後衛。那麼關鍵的區域在路易斯·迪亞斯所在的左路，這是哥倫比亞最有爆點的一側。如果對面葡萄牙的坎塞洛壓上，那麼魯本·迪亞斯和後腰的橫移保護會非常關鍵。葡萄牙如果在右路丟失球權，哥倫比亞立刻就可以打穿他們左側的肋部。當路易斯·迪亞斯出現在這裡拿球的時候，我們都知道會發生什麼。而葡萄牙這邊，B費、菲利克斯、內托和 C 羅，他們是葡萄牙打破密集防守的關鍵。特別是 C 羅找回狀態，他的跑動能為隊友打開空間。葡萄牙並不一定只靠傳中，也可以利用 C 羅牽制後衛以後，讓 B 費和菲利克斯進入內部區域接球。而哥倫比亞隊上一場由右後衛穆尼奧斯制勝，說明他們的進攻不只是前場的3人組。J 羅和金特羅的定位球、直塞球，以及穆尼奧斯從右路的後插上，這都是葡萄牙防線需要額外警惕的變化。而葡萄牙隊防守核心魯本·迪亞斯已經在第2輪復出，狀態良好。他們目前全員齊整，沒有任何傷病或停賽的困擾。哥倫比亞則要小心幾個球員身上的黃牌陷阱。而他們的帶刀侍衛穆尼奧斯，這位30歲的水晶宮右後衛，小組賽前2輪都有進球，已經是哥倫比亞提前出現的頭號功臣。而這個孩子出生在僅有2萬多人口的哥倫比亞東北部小鎮阿馬爾菲，他的足球生涯也是一部勵志大片。小時候，他曾經是一名瘋狂的國民競技隊的狂熱擁躉。社交媒體上至今還流傳着他年輕時在看台上赤裸着上身為國民競技隊聲嘶力竭吶喊的照片。但由於到了20歲一直沒能獲得職業俱樂部的合同，穆尼奧斯曾經一度考慮掛靴退役。好在他憑借頑強的毅力，在地區業餘聯賽持續的堅持，
最終被阿基拉斯多拉達斯隊看中，開啟了職業生涯。23歲實現了兒時夢想，終於加盟了國民競技隊，還迅速拿到了隊長袖標。他在歐洲的比利時亨克隊度過了成功的4個賽季。24年1月登陸英超水晶宮。25年水晶宮那一次拿到隊史首座足總杯冠軍的決賽中，正是他死死地限制住了曼城的鋒線。完美的表現讓他拿到了那一次的全場最佳球員。隨後25到26賽季又幫助水晶宮歷史性的拿到了歐洲協會聯賽的冠軍。特別是他的比賽數據被一家高級的數據統計網站評為英超聯賽中身體爆發力和體能綜合指數最頂級的最強的運動健將。而他的妻子馬努埃拉·吉梅拉·安赫爾和他之間擁有一段長達15年極為感人的愛情故事。由於穆尼奧斯早年的足球之路非常坎坷，所以一直是他女友的安赫爾一直在经濟上在精神上不断的支持他，陪伴他度過了最艱難的岁月。穆尼奧斯還曾經差點放棄足球到美國去打工賺錢。現在小两口苦盡甘來，已經養育了2個孩子。25年6月在哥倫比亞舉辦了浪漫的婚禮。但這裡也有段故事。24年在美洲杯決賽，安赫爾在邁阿密的硬石體育場外帶着2個孩子和家人入場，卻遭遇了球迷強行闖關的混亂。為了保護孩子不受到推搡，安赫爾被擠向了警察，並且因此受輕傷流血。當時這一段可怕的混亂遭遇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那麼賠率和博彩市場方面，已經提前晉級32強的哥倫比亞只需要1場平局就可以鎖定小組第一，但小組頭名的歸屬將直接決定2個隊在淘汰賽階段的後勤差旅和對手的質量。如果只拿到小組第2，就必須長途飛行到加拿大的多倫多，面對 L 組的第2名，可能是英格蘭、克羅地亞或者加納。但小組第1可以留在美國，在堪薩斯城面對 D 組、E 組、I 組、J 組和 L 組最好的第3名之一。所以對葡萄牙隊來說，這場取勝也非常關鍵。各大機構都將葡萄牙隊視為獲勝的熱門，而現在2隊都有進球，這個選項的賠率持續走低，說明外界對這一場比賽上演進球大戰抱有着很高的期待。那麼葡萄牙目前獲勝的概率大概45%到50%，平局的概率25%至30%，哥倫比亞取勝的概率25%至30%，差距並不大，這場比賽將極為激烈。那麼民主剛果對烏茲別克斯坦，先說結論，傾向於民主剛果不敗，最可能的比分2-0或者1-0。民主剛果需要擊敗烏茲別克斯坦，這樣就會有總體4個積分，更可能作為第3名出現。對葡萄牙，他們1-1拿到了隊史回歸世界杯後的第1分，在控球不占優的情況下由維薩扳平。而對哥倫比亞，他們0-1失利，但門將姆帕西也有多次的救險。而烏茲別克斯坦花重金請來主教練卡納瓦羅，已經被國內許多專家和名宿質疑，他們出現的概率可能只剩1%。而民主刚果的前鋒維薩，老 K 之前已經介紹過了。關於他還有個細節，之前國家隊主教練和紐卡斯爾的醫療團隊溝通以後，為了保護他的身體狀態，沒有讓他參加非洲杯，這說明民主剛果隊將他視為世界杯週期最重要的資產。而烏茲別克斯坦在歷史性的晉級後換帥，那麼高的工資請來卡納瓦羅，效果卻非常糟糕。說實在的，卡納瓦羅除了在中國執教，其他沒有什麼作為教練員能拿得出手的資歷，並且在中國執教期間的表現其實也很一般。那麼這一場烏茲別克斯坦很可能繼續5-4-1，圍繞着肖穆羅多夫打反擊，而民主剛果不能夠再像前2場那樣長時間的低位防守和等待，因為他們必須贏球，所以像穆考、邦贡達、維薩、巴坎布之間的創造力和支點的配合，這會決定這場比賽他們能不能打開對手低位的防線。還有馬舒亞庫的定位球也非常關鍵，關鍵的對位區域就在法伊祖拉耶夫和民主刚果的後腰之間。如果烏茲別克斯坦的法伊祖拉耶夫能夠在中路和內部區域接球轉身，那就能將球快速地送到肖姆羅多夫腳下。而如果民主剛果的穆圖薩米、皮克爾或者穆考壓住這個區域，他們就能夠重點攻擊烏茲別克斯坦邊後衛和中後衛之間的內部，尤其是維薩從左路或者中路的斜插，巴坎布做支點之後的2點球。目前博彩市場和賠率方面，民主刚果的勝率被評估在51%到54%之間，平局的概率24%，烏茲別克斯坦獲勝的概率在22%到24%之間。而在大小球方面，關於 2.5 球的分界線，大球和小球都是均勢，所以老 K 個人的推薦民主剛果勝，
或者民主剛果勝，並且雙方都有進球。好，那麼約旦對阿根廷，先說結論，老 K 看好2-0或者3-0阿根廷獲勝。現在隊裡面21歲的年輕人尼克帕斯，下賽季他很可能繼續留在科莫效力。雖然國際米蘭對他非常有興趣，想將他帶到梅阿查球場，而同時呢，皇馬仍然保留着對球員的回購條款，將繼續關注他的表現。但對現在21歲的帕斯來說，繼續在法布雷加斯麾下獲得穩定的出場時間，是現階段最有利於他職業發展的選擇。尼克帕斯將門虎子，他的父親巴勃羅帕斯曾經代表阿根廷國家隊出戰過98年世界杯，是正統的中後衛。所以小時候在特內里費的青训營，尼克帕斯也是踢的後衛。但他在不到12歲被皇馬的球探挖掘，進入了皇馬青训学院。教練們很快發現他腳下技術極為細膩，有很高的創造力，所以大手一揮將他推向了前场。在加入皇馬以前呢，他主要是在老家加納利群島的特內里費街頭踢街球出身，所以也有濃厚的街頭足球的風格，在狹小空間內盘帶過人，如絲一般順滑。而從一個小島來到了繁華的馬德里，年僅11歲，他就必須快速適應，離開家人和朋友，獨立生活。這也錘煉了他沉着冷靜的心理素質。在皇馬青訓，他表現優異，就連克羅斯這樣的一線隊大佬都對他稱讚有加。他在西班牙出生，並且生活了很長時間，但同時也擁有阿根廷國籍。不過在沒有入選過任何阿根廷青年集訓隊的情況下，22年直接被招入阿根廷成年國家隊，這也讓不少西班牙球迷很意外。而在感情方面，尼克帕斯低調而且十分專一，他的女朋友叫艾瑪拉米雷斯，現在住在巴塞羅那，但只要球隊放假，尼克帕斯總會從高強度的足球世界中抽離出來，第一件事就買張機票飛到巴塞羅那找艾瑪。那麼轉會到科莫隊以後，女友也經常來意大利探班，他們會去科莫湖畔的梅納焦度假，這裡的風景非常非常美，喜歡旅遊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而女友艾瑪因為學業或者工作沒法次次都看他的比賽，但每一次都會在社交媒體發自己守在電視機前給尼克帕斯加油的視頻。他倆也是意甲出了名的金童玉女。而身材高大1.86米的尼克帕斯也是個標準的宅男，在科莫除了午睡之外，剩下全部時間都是玩 PS5。而新版非法遊戲推出以後，他唯一的愛好就是在職業生涯模式選擇科莫隊，然後操控自己去幫球隊拿冠軍。哈哈哈。对了，他的隊友前鋒莫拉塔有一次還開玩笑，尼克帕斯的球技簡直沒有上限，只要他願意在科莫再多留1年，我明年甚至可以不要工資，免費在場上給他打下手。所以這個小將前途不可限量，不知道梅西之後的阿根廷他會不會挑起大梁。那麼阿根廷打約旦那就沒有什麼懸念了，關鍵是梅西、阿爾瓦雷斯是不是要上場，洛塞爾索能不能拿到自己世界杯的首秀。現在約旦國王和王儲都會到美國現場支持球隊，但老 K 倒覺得他們可能更想是來看梅西的吧。另外，約旦球員塔馬里過去有個外號叫約旦梅西，可現在打阿根廷隊他很低調啊，說自己只想做自己，千萬不要再把我消費成梅西的影子。這多少見了真梅西啊，心理壓力有些大。那麼目前賠率和博彩市場方面，阿根廷獨贏的勝率已經高達83%到85%，是絕對的壓倒性的熱門。而讓球盤，專家建議關注阿根廷-1.5，因為阿根廷已經提前出線，會輪換部分陣容，但雙方紙面實力懸殊。第二梯隊的阿根廷球員實力仍然恐怖，急需證明自己，所以場面會比較開放。大球市場方面，大球的呼聲很高啊。而阿爾及利亞對奧地利，老 K 傾向於1-1或者0-0戰平。奧地利只要拿到平局就可以保住第二，而他們整體壓迫體系也更穩定。阿爾及利亞隊的技術方面有特點，他們的主要思路是控球、技術型的推進，還有前場球員之間通過短傳聯繫。他們會從門將開始組織，強調壓迫和控球，但身後也會留下空間。馬扎適合在前腰和內部區域接球轉身，馬赫雷斯負責右路的最後一傳，埃特努里可以在左路提供推進能力。但問題是，如果阿穆拉缺陣，阿爾及利亞就缺了那個能把防守轉化為快速反擊的人。奧地利隊他們的標籤是囊尼克式的高位壓迫，基礎陣型4-2-3-1，但無球的時候強壓迫，有時候是傳統4-4-2的站位。邊後衛和後腰之間經常會輪換，薩比策會頻繁地進入禁區。奧地利隊的戰術素養極高，可以在4-2-3-1、4-3-1-2或者4-2-2-2的壓迫之間切換。這場比賽最重要的關鍵區域在於阿爾及利亞後場的出球。
奧地利會壓制盧卡齊達內、曼迪、本塞拜尼和本塔萊布之間的傳球路線，盡力迫使阿爾及利亞起長傳。第二個關鍵區域是阿爾及利亞的右路和中路的內部，馬赫雷斯、馬扎、古伊里之間，如果能夠連續的做強，就能夠繞開奧地利在中場的壓迫。第三個關鍵點是定位球，奧地利對約旦隊的反超就來自薩比策的角球造成了烏龍，所以阿爾及利亞隊面對丹索、阿拉巴、格雷格里奇、阿瑙托維奇這樣的身高，防定位球的壓力非常大。這場球如果前60分鐘打平，那奧地利在心理上更能接受，畢竟他們淨勝球領先，而阿爾及利亞會被迫加大投入，這個階段很可能決定比賽的結果。阿爾及利亞需要在馬赫雷斯體能下降前就制造進球，而奧地利則可能通過阿瑙托維奇、萬納或者楚克烏梅卡改變自己在前場的節奏。現在比賽中可以看到，馬赫雷斯確實老了，所以博彩公司專家們認為奧地利勝的可能性更大，40%的贏球概率，阿爾及利亞獲勝的概率31%，平局的概率很低，這在足球比賽中很罕見。有許多支持奧地利隊的專家認為，在朗尼克打造的這種高位逼搶體系下，奧地利隊中場整體性更強，而阿爾及利亞雖然在前場有許多有靈性的球星，但在面對高強度的身體對抗和絞殺的時候，很容易出現失誤。這一場買入平局或者奧地利勝屬於穩健型的投資，而雙方都有進球，這個選項值得重視，0封的概率很低。好的，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讓我們明天再見。